大家好，我是牛奶。如果喜欢牛奶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哟。频繁的解开封印，导致小医仙的恶难毒体提前爆发。苏千等人察觉到时，已经有几名学员不慎中毒昏迷。萧炎赶到时，苏千已经完成了空间封锁，并严令禁止其他人靠近。房间内，萧炎轻声安慰着小医仙：“放心吧，没事的，还有我呢。”将手指搭在小医仙手腕处。萧炎查探到小医仙体内几乎全部被毒气所弥漫。要知道，一旦毒气入脑，小医仙就将会和历代恶难毒体的拥有者一样。望着萧炎那十分难看的脸色，小医仙轻声道：“萧炎，这段时间跟着你，我过得很快乐。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或许也将会是最后一个。若我真的走到了那一步，请你不要留手。这里的学院我很喜欢。”萧炎一听这交代遗言一样的话，顿时呵斥道：“闭嘴，瞎说什么！”被凶了的小医仙却是笑了。被在意的人全心全意、满心满眼的关心着、在意着的感觉，应该是幸福的吧。不同于小医仙现在的心境，萧炎正急得上火，天火尊者却是突然出声，表示自己知道一种封印之法。封印只能施展一次，最多维持3年。接收完封印信息，知道天都火印需要对方衣衫进退的萧炎，吞吞吐吐地跟小医仙说明了情况。小医仙咬了咬唇后，红着脸褪下了衣物，望着犹如羊脂玉般的娇躯，萧炎在心中狠狠地给了自己2巴掌，随后开始了封印。随着萧炎指尖的移动，淡绿色的火痕在小医仙的身体上显现，火痕从胸口开始一直向下。随着封印之法的逐渐成型，萧炎手指的移动速度也越来越快。忍了许久的小医仙再也没忍住，轻声呻吟了一下。萧炎身体顿时狠狠地打了一个激灵，使劲地咬了一下舌尖，才将心头突然冒腾而起的邪火压制下去。之后专注于完成封印。然而就在封印阵型完成的那一刹，极度虚弱的萧炎被毒气入体了。强撑着看到小医仙将弥漫出去的毒气全部吸入体内，瞬间突破4星斗宗进入5星的层次后，萧炎就倒了下去。小医仙见状，连忙将萧炎扶了起来，然后吻了上去。萧炎苏醒之时，一睁眼就看到了小医仙，跟小医仙确定封印已经完成而且有效后，劳碌命的萧炎就带着小医仙跟苏千报平安去了。小医仙拿了个玉瓶递给苏千，歉意的道：“大长老，请将这些药粉给误吸入毒气的学员服下，再休养几日时间，应该便是没什么大碍了。”接过玉瓶，苏千爽朗的笑道：“不碍事，就当给那些小兔崽子一点教训吧。”小医仙笑了笑，没再说话。萧炎跟闻讯赶来的二哥萧厉交代了一声后，就再度钻进了那天坟炼气塔之下的岩浆世界中，为前往中州做准备。萧炎打算先帮助天火尊者将那凶魂炼化，再试试能否炼制出一具天妖魁出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答应美杜莎的7品丹药必须得炼制出来。凶魂的炼化进行得很顺利。准备炼制天妖魁时，萧炎却盯着面前的2具尸体陷入了沉思。云山让他不可避免地想起了云韵，那第一个与他有过肌肤之亲的女人。在那山洞之中所发生的一切就犹如烙印一般，印在了他的心里。萧炎觉得自己无法面对一具有着云山面貌的傀儡一直跟随在自己身边，再有他直觉会在中州再见云韵，他不想2人再次见面时会因为这个突然现身的傀儡再度出现什么他不愿见到的变故，因此地魔老鬼成为了萧炎最贴身的护卫。天魂融血丹的炼制就不那么顺利了，毕竟是7品丹药，对炼制者灵魂力量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青红血液的加入更是差点让萧炎前功尽弃，因为该精血出自7阶巅峰的绝世凶兽，其中所蕴含的狂暴能量远超炼制天魂融血丹的要求。血液之中所蕴含的狂暴之力与之前提炼的药材之力完全没办法平衡，即便萧炎又炼化融合了诸多药材都不行。不过好在紫妍及时现身救场，献出了1滴血，才使得丹药能够逐渐成型。想来萧炎女儿出生时就拥有斗宗的实力，除了美杜莎血脉的强横以外，也有萧炎的功劳。丹成之时，丹雷现，银色闪电在萧炎黑色眸子之中闪烁不定。萧炎手掌轻轻抚摸着额头上的那道火印，低声呢喃道：“老师，您当初说过，若是弟子哪一天能够炼制出招来丹雷的丹药，那么便是达到了出师的资格。可惜这一幕您却未能亲眼见到。”话音刚落，一道半尺长宽左右的银雷就朝着新鲜出炉的丹药劈来，这可是要拿给自家媳妇儿交差的丹药，萧炎哪里会让他毁掉？月河游生齿、开山印轮番上阵，在与银雷硬碰硬的对抗了几10道之后，萧炎也扛不住了，不得不让地妖魁提前亮相。地妖魁很强，实力至少5星斗宗，与雷霆之力硬刚，并未对他造成任何损伤，反而除去了他体内的斑驳杂质。但雷剑确实刚不过，完成了任务就散了。
萧炎却是在收好天魂融血丹后，直接将闯入体内的雷霆之力炼化了，一举突破至7星斗皇，晋级成功了。小医仙对着萧炎柔声道：这几日辛苦守护了，走吧，等交代完一些事情后，或许我们也是该离开了。闻言，小医仙一愣道：要离开了吗？什么时候？偏过头，萧炎笑着道：3日之内。交代完事情，又特意叮嘱萧丽一定要将天魂融血丹交给美杜莎后，萧炎就坐着苏谦大长老送的狮鹫兽，带着小医仙、星兰和紫妍一同前往了唯一一座拥有着通往中州的空间虫洞的城市。然而萧炎的好运似乎是在炼丹使用完了，刚赶到天涯城内就被告知空间虫洞正在维修，会暂时关闭几日，无奈4人只能先在城中休息。哪知遇到了一位胸大无脑的跋扈女，该女子不仅内涵萧炎是狗，还骂萧炎混账、王八蛋，不是东西。萧炎出手将她扯下马背后，该女子尖叫着让守护者杀了萧炎。守护者现身后，她还叫嚣着让萧炎跪下，给他磕头认错。只是话还没说完，一个响亮的巴掌就甩在了他的脸上。冰冷的声音从小医仙口中传出：你敢再骂一句，他不杀你，我来。跋扈女愣住了，那2名守护者也愣住了。不过反应过来后，他们就立马朝小医仙发动了攻击，结果被萧炎直接拦下。知道自己是打不过了，这2名守护者就搬出了家事。萧炎一听是罗家的，顿时就皱起了眉头。而那跋扈女像是刚刚回神一样，直接捏碎了一枚玉牌，恶狠狠地盯着小医仙道：贱女人，你敢打我，我爷爷绝对不会放过你。待你落到本小姐手中，定要将你手指一根根剁下来。或许是怕给萧炎带来麻烦，对于跋扈女的谩骂，小医仙只是目光冰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想到萧炎却是道：再打，如此恶毒心性，留着也是祸害。再度扬手，小医仙毫不客气的又是一巴掌扇了过去。这一巴掌刚刚落下，跋扈女罗小妖召唤的后台就来了。罗家老祖是个能屈能伸的老人家，本想来硬的给孙女撑腰的他，发现自己打不过后，立马亲自给萧炎道了歉，并舔着脸求身为斗宗强者的小医仙帮忙修复空间虫洞，报酬是6阶天毒蝎龙兽的魔核。萧炎哪有不同意的？虽然比不过7阶，但关键时刻他就是小医仙的救命稻草。有了小医仙的加入，虫洞很快就维修好了。罗成守信地将魔核交给萧炎后，建议萧炎多等一段时间再离开，因为刚刚维修完的虫洞并不稳定。萧炎却是表示有急事得立马离开，实则却是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去中州。罗成见状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直接送了一艘空间船给萧炎。这次萧炎可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喽。眼看着快要通过虫洞了，空间壁却是因为不明外力变得虚化。最终萧炎在空间风暴的拉扯下，拼尽全力将小医仙等人所在的空间船送出虫洞后，自己一头撞进了那蕴含着空间之力的通道之内，不知道被传送到哪里去了。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